台海局势波谲云诡，小小的台湾却孕育出一系列令人刮目相看的强大武器。今天，我们就来深入盘点台湾最强的10种武器装备，从能让敌军雷达瞬间失明的无人杀手，到足以瘫痪登陆舰队的终极炸弹，一一揭晓。这些武器不仅让对岸解放军心生忌惮，有的甚至连美国都不得不暗自心惊。究竟有哪些国之重器能让台湾在艰困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从第10名开始，一路倒数到最强王牌。第10名，剑翔反辐射无人机雷达杀手。剑翔无人机是一款专门猎杀雷达的自杀无人机。一提起无人机，多数人想到侦察或投弹，但剑翔的任务是高速扑向敌方雷达天线，让对手瞬间变成瞎子。它外形采用3角机翼和双垂直尾翼，身材小巧，但是杀伤力惊人。剑翔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2017年首飞，2022年起正式服役，在短短几年内就量产部署了200架左右。这种无人机每架造价约新台币2500万元，成本远低于传统战机或飞弹，可以大量释放形成无人机蜂群。剑翔无人机全长约 1.4 公尺，翼展2公尺，体型虽小，却载有高功率引擎和助推火箭，能以每小时500至600公里的高速俯冲攻击。更厉害的是，它最大航程超过1000公里，作战半径可达500公里以上，还能在空中滞留超过5小时寻找目标。作战时，剑翔会携带被动雷达导引装置，专门侦测敌军雷达波。一旦发现对岸沿海的防空雷达，导弹预警雷达开始运作，这群无人机就如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立刻锁定信号源头，蜂拥而至。每架剑翔在末段俯冲时会关闭引擎，无声滑翔，突然从天而降，撞毁雷达天线或雷达车。试想一下，若敌军打开雷达搜寻目标，迎接他的可能不是战机，而是一头扑向雷达的无人自杀蜂。剑翔无人机的出现使台湾掌握了非对称作战的新利器。过去若要压制敌方防空，只能出动战机冒险突防投掷反辐射导弹，但现在有了剑翔，只需远距离发射大批无人机即可瘫痪广域雷达网。它可以分成诱标型与攻击型协同作战，部分无人机先做诱饵，引诱敌方雷达开机并消耗敌军防空火力，随后攻击型无人机循着雷达波冲向目标。据透露，剑翔后续还研发了具备卫星导航攻击与目标影像攻击能力的新改型，甚至可攻击没有电磁波暴露的固定目标。可以说，剑翔是台湾捍卫领空的一把隐形尖刀，让敌军雷达站随时担心头顶是否有无声死神俯冲而下。第9名，经国号战斗机自制多用途战机。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台湾决心发展自己的喷射战机。经国号战斗机就是国机国造的重要里程碑。这款战机以已故总统蒋经国之名命名，寓意台湾自力更生、坚守国防的决心。早在1982年，台湾向美采购先进战机受阻，于是1980年代中期展开自研战机计划。1989年5月，首架经国号原型机试飞成功。1994年正式成军服役，从无到有打造出属于自己的超音速战机。经国号采用双发动机配置，推力充足，机动灵活，可执行截击、防空、对海对地打击等多种任务。它的最大飞行速度约可达 1.8 马赫，属于轻型的全天候多用途战机。经国号战机全长约14公尺，翼展 8.5 公尺，外形紧凑，弹性起降，性能佳，特别适合台湾短距跑道和公路战备跑道操作。它配备了台湾自研的黄藏雷达，可同时追踪多个空中目标，并进行视距外接战，具有现代战机需要的快速反应和整合能力。此外，经国号可挂载多样国造武器，包含天剑1型红外线空对空飞弹、天剑2型主动雷达空对空飞弹，让它拥有不输国际的制空火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国号战机后来完成性能提升，具备挂载万箭弹和精灵炸弹等对地精确武器的能力。也就是说，这款本土战机不仅能空战制敌，必要时还能摇身变为对地攻击平台，从空中对敌军机场、导弹阵地实施精准打击。
经国号战斗机象征着台湾航空工业从零起步的巨大成就。在那艰困年代，台湾工程师夜以继日攻关，只为了证明自制战机也能翱翔天空。经国号服役20多年来，守护着台湾领空，期间也不断改良延寿。目前经国号部分机队升级为 CD 型，提升航电和武器整合，使它在新时代仍能发挥战力。虽然单从性能上看，经国号不及美制先进战机，但它背后蕴含的研发实力与自主信念，让人不得不对台湾的军工实力刮目相看。当敌机来犯时，天空中驰骋的不仅有 F-16， 更有台湾人自己打造的钢铁雄鹰在迎敌。第8名，沱江级隐形飞弹舰，灵巧的航母杀手。台湾四面环海，为了在广阔的海域抗衡庞大的敌军舰队，一款小而强的隐形战舰横空出世，它就是沱江级飞弹巡逻舰。沱江舰被外媒称为航母杀手，这并非夸大。虽然它只有600吨左右的轻巧体型，却装载了几乎不相称的大量致命武器，可谓小艇掀巨浪。沱江级采用双船体设计，船身线条锐利，并采用了逆踪外形涂装，雷达反射截面极低，贴近海面高速航行时，仿佛海上一只幽灵。它的最高航速超过40节，机动灵活，适合在台湾海峡的波涛中快速游击。别看沱江舰块头不大，火力却极其凶猛。每艘舰艇上搭载有16枚反舰飞弹发射器，标准配置通常是雄风系列飞弹的混合，包括雄风2型亚音速反舰飞弹以及雄风3型超音速反舰飞弹。也就是说，一艘沱江舰就能同时发射出10数枚飞弹，亚超音速交织，令敌方军舰防不胜防。在反舰飞弹之外，沱江舰舰首部还配置一门76公里速射炮，可对海对空射击，甲板两侧装有机枪等自卫武器。此外，新版的沱江级还计划加装24连装的陆庆光学导引防空飞弹系统，用以拦截来袭的反舰导弹和敌机。种种配置使得小小沱江舰成为一个难缠的多面手，进可对大型水面舰实施饱和打击，退可在沿岸躲藏伏击，执行防空自卫。沱江级飞弹舰的战术运用思想是在战时组成狼群，利用隐匿性接近敌方舰队，一口气齐射数十枚飞弹，将敌舰重创甚至击沉。想象一下，在茫茫海峡上，多艘隐形快舰从漆黑海面窜出，顿时飞弹如暴雨般扑向远方庞大的航母战斗群，这正是沱江级存在的意义。首艘沱江舰于2015年服役之后，台湾海军加速量产此型舰艇，目前已有数艘成军，未来计划扩充至10艘以上的规模，以数量取胜，以机动取胜，以逆踪奇袭取胜。沱江级为台湾的海上不对称战力提供了利刃。别忘了，大舰巨炮固然可怕，但灵活的小虾米也能掀翻庞然大物。第7名，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火箭齐射，地覆天翻。如果说导弹和飞机是精确点穴，那多管火箭就是铺天盖地的火力倾泻。在台湾陆军的武库中，有一款让敌军闻风丧胆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它专为反登陆作战打造，被称为滩头杀手。一旦敌方船团和两栖部队逼近海岸，雷霆2000就会怒吼，数以百计的火箭弹呼啸而出，在几十公里外的海面和沙滩炸开炙热火海。雷霆2000由中科院研发，1997年首次公开亮相，经过多年测试改进，2012年起正式量产成军，成为陆军炮兵的新支柱。雷霆2000安装在高机动8轮卡车底盘上，每辆发射车后方搭载可更换的火箭发射模组，它能够发射3种口径的火箭弹：117毫米火箭、180毫米火箭以及227毫米火箭。根据任务需要，发射车可装备不同模组，灵活调配火力输出。在齐射模式下，一辆雷霆2000仅需短短数十秒即可将全部火箭弹倾泻一空，最多45枚火箭弹在22秒内发射完毕。这些火箭弹大多配备子母弹弹头，每枚火箭在空中爆裂，可撒出上百颗致命子弹药，覆盖好几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试想，当10多辆雷霆多管火箭同时开火，上百枚火箭弹拖着烈焰轨迹飞向敌军，那场景仿佛彗星雨降临人间，爆炸火光连成一片。雷霆2000的震撼火力
尤其适合对付大规模登陆部队。当敌军舰船两栖载具在海上或滩头密集集结时，一轮雷霆齐射可令其陷入火海，登陆艇被炸得七零八落，步兵和坦克尚未上岸就损失殆尽。更可怕的是，雷霆火箭的集束弹头能在爆炸瞬间释放上千度高温和高速破片，扫荡开阔地带的有生力量。对登陆中的士兵而言，这简直是炼狱降临。由于一套雷霆系统的造价和维护成本远低于同等打击效果的导弹或空中打击，台湾军方已部署多个雷霆2000火箭连，遍布要害滩头地段，形成强大的拒止火网。可以说，有雷霆怒吼处，敌军登陆部队将寸步难行。第6名，万箭遥攻飞弹，空射万箭，覆盖致命。排名第6的是让台湾空军引以为傲的万箭弹，学名为万箭机场联合遥攻武器。这是一种由战机挂载发射的远程巡弋飞弹，专门用来对地面大范围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它名字中的万箭2字形象地传达出威力，一枚飞弹投下去，好似万把利箭齐降，将敌机场跑道、雷达站、兵力集结点炸得千疮百孔。万箭弹是中科院历时多年秘密研制的结晶，2015年起开始服役，填补了台湾在远距精确对地攻击手段上的关键空白。万箭弹长约 4.5 公尺，重达800-900公斤，由战机携带，射程远超200公里之外即可投射，属于视距外攻击武器。它搭载一具小型涡轮扇发动机作为动力，在空中以约 0.8 马赫的速度巡航飞行，靠 GPS 卫星定位和惯性导航一路引导，临近目标时再开启红外成像导引头寻找攻击点。万箭弹的弹头是一个大型集束炸弹，内含数百枚小型子弹药，有的子弹药专门用于穿透混凝土，可在机场跑道上炸出密集弹坑，有的则属高爆破片，对付雷达天线、停机掩体或密集部队。当万箭弹飞抵敌军机场上空时，会在预定高度炸裂，瞬间倾泻出满天钢铁弹雨，将整条跑道和周边设施炸得面目全非。一枚万箭弹覆盖的范围极广，往往一次齐射即可瘫痪一座中型机场的起降能力。正因如此，它被视为阻止敌空军在战时快速出动的杀手锏武器。万箭弹除了对机场跑道发挥奇效外，也可用来打击远距离的重要目标，例如敌方沿岸的导弹发射阵地、雷达站、指挥所，甚至登陆部队集结区，都在它的射程与威力覆盖之下。过去台湾若想攻击此类目标，必须冒险派遣战机贴近投弹，风险极高。而有了万箭弹，战机在安全距离外就可一箭遥攻。值得一提的是，万箭弹原先仅能由经国号战机挂载，但随着 F-16 机队升级和美方态度改变，未来也有望整合到 F-16 伏战机上，使其发挥更大效能。当敌军大举集结准备进攻时，台湾空军完全可以先发制人，发射万箭齐飞，让敌人的前线基地弹指间灰飞烟灭。第5名，天宫3型防空飞弹，钢铁穹顶，守护天空。战场上不仅要进攻有利器，防御也要有可靠的盾牌。台湾自制的天宫3型防空飞弹系统正是捍卫领空的钢铁长城。天宫3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定位相当于爱国者 PAC2/3 一类的中远程防空导弹，但它融合了台湾自主创新的技术，在某些性能上甚至更胜一筹。经过长达15年的研制，天宫3于2015年开始量产部署，肩负起台湾联合防空与飞弹防御的重任。目前台军已建立多个天宫3飞弹连，并计划扩充阵地，以强化防空网密度。天宫3飞弹的性能数据十分亮眼，每枚飞弹全长约 5.5 公尺，重800多公斤，采用先进的固态火箭推进，可在数秒内加速到7倍音速的高超音速。如此惊人的速度意味着它能快速拦截高速来袭目标，给敌方飞机或导弹流出的突防窗口微乎其微。天宫3的最大射程约200公里，涵盖台湾本岛上空以及周边广大空域，其常规型号的拦截高度可达45公里，足以在大气层边缘拦击来袭弹道导弹。更先进的增程改良型目前也在研制中，目标拦截高度提高到70乃至100公里，这将赋予台湾区域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的新层次。作为一套现代防空系统，天宫3配备了相控阵雷达和
和先进的射控系统，能同时应对多批次目标。它的导引方式采用中段惯性加数据链修正，末段开启主动雷达导引寻找目标，自主性强且精度高。在实战中，天宫3可以拦截各种类型的空中威胁，固定翼战机、巡航导弹、反辐射导弹，甚至中近程弹道导弹。想象敌方如果向台湾发射飞弹雨或派出轰炸机群，等待他们的将是天宫防空网络的迎头痛击。一枚枚天宫飞弹以闪电之速腾空而起，在高空精准撞毁来袭弹头或敌机，为地面创造安全的天空罩。根据台湾军方资料，天宫3一套系统的采购成本仅为同级美制爱国者的1/6左右，却拥有相近甚至更佳的效能，堪称 CP 值超高的国之盾牌。正因有天宫这般锐不可当的防空武器布局，敌军即便飞弹万发齐发，台湾上空也绝不会轻易洞开。第4名，雄风2E巡弋飞弹，台版战斧，纵深打击。台湾不仅要瘫痪敌人在前线的攻势，还需要有能力打击敌方纵深战略目标。为此，中科院研发出雄风2E巡弋飞弹，这是台湾版的战斧巡弋导弹。雄风2E由早期反舰导弹雄风2型发展而来，但它改变用途，专门用于对地攻击。这种飞弹体型小巧，射程却极为可观，初期型号射程约500公里，而经过改良的后期型射程提升到1000至1200公里。雄2E于2004年至2007年间陆续完成各型试射，并悄然量产部署。尽管台湾对此保持低调，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批飞弹已秘密部署于机动发射车上，随时能对敌境内重要目标发起精确打击。雄风2E采用涡轮扇发动机推进，巡航速度虽为高压音速，但胜在航程远且飞行隐蔽。它能贴地或贴海面，超低空飞行，利用地形隐匿自身，大幅降低被雷达发现的几率。导引方面，雄2E结合 GPS 卫星、惯性导航和地形匹配校正，中途飞行非常精确。在末段，它还可透过影像红外寻标，寻找指定的目标特征并命中。这意味着雄2E能将几百公斤重的高爆弹头送上数百公里外的目标点，误差仅在几公尺之内。不论敌人在后方构筑何等坚固的指挥所、雷达阵地，一旦被雄2E盯上，都可能遭受猝不及防的精确一击。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并未停止在雄2E基础上的进化，近年来出现的雄升飞弹计划就是雄2E的再增成型。雄升飞弹通过换装新型高效率发动机、优化弹体结构等方式，有望将射程推向1500公里以上，使更远距离的战略纵深也纳入打击范围。另有消息称，台湾也在研发一款地对地弹道飞弹，以增强对远距高价值目标的及时摧毁能力。雄风2E巡弋飞弹与这些新型远程打击武器相辅相成，构成台湾下阻侵略的常见。以往人们或许无法想象台湾能直接威胁到对岸腹地，但随着雄2E等飞弹的服役，情势已大不相同。如果战争爆发，解放军的沿海导弹基地、后勤枢纽，甚至更内陆的重要设施都时刻暴露在台湾飞弹部队的瞄准之下。第3名，航母杀手雄风3型飞弹，超音速反舰利剑。现在来到第3名，是名声响亮的雄风3型超音速反舰飞弹，它还有个引人注目的称号——航母杀手。这款飞弹专为击沉大型水面战舰而生，以高速和威力著称。雄风3是台湾自行研制的世界少数超音速反舰导弹之一，早在2007年就首次曝光于世，震撼各界。它的飞行速度高达 2.5 到3马赫左右，比传统反舰飞弹的速度快了数倍。高速意味着敌舰防不胜防，雷达发现时距离已近，留给防空系统的拦截时间短暂，稍有闪失便将被击中。雄风3采用惯导加主动雷达的复合导引，末段贴海飞行，并实施弹道机动变向，让对方干扰或拦截更加困难。它携带的高爆穿甲战斗部重达100-200公斤，在3倍音速撞击下所产生的动能足以瞬间撕裂巨舰的船体。试问，一旦多枚雄风3齐射命中，区数千吨的军舰又岂能承受？就算是航空母舰这样的海上庞然巨物，连挨几枚雄风3
也难逃重创甚至沉没的命运。这正是航母杀手之名的由来。雄风3飞弹的机动部署方式灵活多样，可说是无孔不入。目前台湾海军的多型舰艇，包括新一代沱江级飞弹舰、成功级巡防舰、锦江级巡逻舰等，都整合了雄3飞弹发射系统，使这些战舰有了远距斩首敌舰的能力。此外，陆基机动发射车也可部署雄风3，战时可在台湾沿岸公路机动伏击，对突入海峡的敌舰队实施突然打击。甚至有消息称，台湾正研制空射型雄风3飞弹，未来可能由战机挂载发射，进一步扩大射程和打击范围。雄风3在2016年曾经历一起意外，一次操演中，一枚雄3误从快艇发射，飞越海峡后击中一艘民间渔船，造成船长不幸罹难。这起事件虽然令人遗憾，但也从侧面证明了雄风3惊人的破坏力。一艘金属渔船被直接拦腰穿透，几乎断成两截。如果这目标换成敌方战舰，其后果可想而知。雄风3型飞弹的存在极大提升了台湾海军的不对称威慑。以往面对远超己方的大型舰队，台湾或显被动，而如今解放军的航母与驱逐舰若意图逼近台湾本岛，他们将时刻处在雄风飞弹的瞄准镜中。高速掠海而至的雄风3，就像给庞大的钢铁巨兽埋下了一颗颗高速驶来的水中炸弹，让对手心惊胆战。有人或许戏称雄风3是小虾米对付大鲸鱼的利器，但再怎么说，它已成功赋予台湾以小制大的海上杀伤能力。在雄风3面前，没有不沉的舰艇，只有快沉和慢沉的区别。第二名，青云油气弹，另类核武级的终极炸弹。在武器排行榜中，第二名是一款听起来科幻但确实存在的终极杀器——青云弹。这是一种大型燃料空气炸弹，其恐怖威力足以媲美小型核武，因此被称作另类核武。青云弹研制过程极为低调，外界鲜有正式资讯，但据传台湾在20世纪末便已试制出这种超级炸弹。它的杀伤原理是先在目标上空爆炸，释放出高能燃料气云，瞬间形成大范围扩散，随后第二级引爆剂将气云引燃，燃料云团于瞬间剧烈燃烧，并产生高温高压的爆轰波，将覆盖区域内的建筑、人员荡平。同时，由于燃烧消耗大量氧气，爆心会出现真空效应，进一步撕扯周遭物体，最终的效果就是在数秒内将一大片区域化为炼狱。高温火球吞噬一切，紧接着猛烈冲击波夷平残余结构，场景如同核爆。青云弹据称爆炸温度可达2500至3000摄氏度，覆盖杀伤半径达数千公尺之广。一枚青云弹的杀伤范围可能高达3到4平方公里。这意味着，若敌军数千人正集结在一处滩头阵地或大型基地，只需投下一枚青云弹，整个区域便会陷入死狱。人体在高热下瞬间碳化，装甲车辆被气浪掀翻撕裂，工事建筑亦顷刻坍塌起火。正因其威力过于惨烈，青云弹常被称为亚核武器或小核弹。事实上，燃料空气炸弹爆炸后会产生类似蘑菇云的烟柱景象，但没有放射性污染。在实战应用上，青云弹特别适合用于反制大规模登陆。想象敌军刚在滩头站稳脚跟，还来不及展开攻势，台湾空军一架战机突然凌空，一枚巨型炸弹从天而降，随后海岸线上出现一团耀眼火球和巨大的蘑菇云。待硝烟散去，曾经的敌军阵地已成焦黑空壳，无人生还。这样的震撼效果足以动摇任何进犯者的意志。然而，青云弹的威力虽强大，研制与使用却充满争议。由于燃料空气炸弹造成的伤亡极其残酷，在国际上常被视为非常规武器。据传美国对台湾发展青云弹曾持保留和压制态度，不愿此类准核武装备刺激区域局势。此外，青云弹体积庞大，需由载重能力强的飞机投掷，在强敌防空网下投弹风险不小。因此，有消息指出，青云弹虽研制成功，并未大量生产实战部署，不过关键技术已被台湾牢牢掌握，必要时可迅速组装使用。即便如此，青云弹依然具有重要下组价值，它向外界昭示了台湾自制超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能力，
也为极端情况下玉石俱焚的反击准备了选项。当敌军胆敢大举犯台时，也许迎接他们的会是一场如末日降临般的烈火风暴。第一名，云峰超音速巡弋飞弹，远程利剑，战略下组，终于来到冠军宝座。云峰飞弹，这是一款让对岸深感忌惮，连美国都曾忧心忡忡的战略级武器。云峰飞弹是台湾自行研制的中程超音速巡弋飞弹，射程覆盖敌国腹地，速度更突破音障数倍，如同一把直指对手心脏的长剑。它的正式名称为擎天级音速巡弋飞弹，从名字就能感受到一股舍我其谁的气势。据美国智库评估，云峰是中华民国国军少数针对中国北部和中部目标设计的战略武器之一，旨在吓阻对方发动大规模侵略。云峰计划可追溯至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之后，台湾高层下定决心发展能打到北京的远程飞弹。研发工作在前总统李登辉任内立项，历经陈水扁时期的秘密开发。2013年底，云峰进行全射程试射。2014年时，时任总统马英九因顾虑两岸关系及美方压力，一度未批准量产，直到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强调国防自主，才重新启动量产计划。近年已有数批飞弹陆续部署，台湾终于握有自己打造的关键少数战略利器。云峰飞弹的性能可谓傲视亚太，采用固体助推加冲压发动机双重推进，射程距近至少1200公里，经优化后更可达2000公里之谱。这意味着从台湾本岛发射，整个中国东南、华中乃至华北部分地区都在打击范围内。飞弹在发射后由4具火箭助推器推至高空，随后点燃冲压引擎进入巡航段飞行。得益于先进的发动机设计，云峰巡航速度可达5到6马赫，已跨入高超音速门槛。如此高速，再配合高空轨道与末段俯冲，大幅增加了敌方防空反导的难度。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具备拦截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能力。飞弹末端导引采用卫星导航与惯性导航结合，对固定目标命中精度极高，承载战斗部重约200多公斤，高爆弹头能够对战略目标造成巨大破坏。换句话说，一旦云峰升空飞向敌国首都方向，对方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难怪有军事评论形容，云峰一出，北京夜不能寐。这当然有些夸张，但充分说明了此武器的吓阻效果非同小可。云峰飞弹之所以让盟友美国都感到一丝担忧，原因在于它象征台湾具备了一定的攻势战略打击能力。美国历来希望台湾采取纯防御姿态，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大陆。然而面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台湾显然不能只有盾牌而无长矛。云峰的出现正是要告诉潜在的侵略者，战争一旦升级，你的后方大本营也将不再安全。这种相互确保毁灭的观念，正是冷战时期核武吓阻的翻版。云峰虽非核弹，但在常规武器中已属威力和战略价值顶尖之列。一枚云峰飞弹造价昂贵，据传单价新台币数亿元，但与其可能避免的战争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如今台湾已经小批量产云峰飞弹，并秘密部署于山区加固阵地，若爆发冲突，它将是决定战局天平的关键砝码之一。这把远程利剑高悬，使得即便军力占优的对手也需三思而后行。毕竟没有人愿意引火烧身。面对一支连美国都不敢小觑的杀手锏武器，从剑翔无人机到云峰飞弹，以上我们盘点的10种武器涵盖了制空、制海、反登陆、防空、纵深打击各个领域，勾勒出台湾以小博大的不对称战力版图。面对周边潜在威胁，台湾没有庞大数量的兵力优势，却以智慧和创新打造出令人生畏的刺猬武装。无人机蜂群让敌军雷达盲目，飞弹快剑和超音速反舰飞弹让巨舰不敢靠近，远程巡弋与燃烧弹让敌方后方蒙上阴影，而钢铁防空网则张开保护伞守卫家园。这些武器每一项拿出来，也许算不上世界最强，但结合台湾的战略态势和防卫需求，却能发挥出4两拨千斤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它们大多数出自台湾自己的研发生产体系，代表着台湾人在困境中寻求突围的智慧与决心。当然，武器再强大，
真正能守护家园的还是人。台湾之所以投入巨大心血，研制各种最强武器，目的正是为了下阻战争，避免流血。一旦侵略者心存侥幸，执意进犯，等待他的将是锐利非常的长矛和坚不可摧的盾墙。万箭齐发，雷霆万钧。台湾的最强武器名录告诉世人，弱小的民主之岛绝非任人宰割之鱼肉，而是一只全副武装的豪猪，随时准备给予猛虎以惨痛一击。让我们希望这些武器永远只需作为下阻的利器，而不必真的投入战火。但也深信，只要信念不倒，哪怕风雨欲来，台湾定能倚仗智慧与勇气，守护住这片美丽之岛。